我先給面前的這2個可調電源打一下分數。這個可調電源我給它打85分，這個可調電源我給它打300分。邊學邊試，生活誌。我面前呢就是2個可調電源的表頭，然後今天我們就說一下這個可調電源它有什麼樣的優缺点。現在我已經使用了大概有1周的时間了，是时候说一下這個可調電源它有什麼樣的優缺點了。我先給面前的這2個可調電源打一下分數。這個可調電源我給它打85分，這個可調電源我給它打300分。為什麼這2個可調電源分數相差這麼大呢？我們下面從3個方面來說一下這2個可調電源。首先從这個硬件成本上我們來說一下，這個可調電源它有一個特殊的功能，除了可調電壓外，它有一個 Type-C 的接口。這個接口是一個串口，是用來連接電腦，使用串口工具軟件可以對它的一些設置進行調節。然後這個新意的可調電源它在硬件方面多出来哪些芯片呢？新意的這個可調電源當然也是有这個串口芯片的，但是它這個接口是沒有放在外邊的，沒有這樣一個 Type-C 的接口。它的一個串口芯片接口是一個插線端子，留有接口的，和它的功能是一樣的。新意的可調電源還比這個可調電源多出了2個芯片，第一個芯片就是藍牙芯片，第2個芯片就是 WiFi 芯片。明顯新意的硬件成本是比它更高一點的，這也能從它的價位上體現出來，它比它多了10塊錢。第2個方面，從可調電源的角度來說，這個可調電源它的功能簡單，出錯率低。我用了大概有1年的時間，只碰到過1次電源提示短路，顯示屏上提示有短路，然而實際板子上的保險沒有燒掉。後來我就繼續使用，且是正常使用的，沒有損壞。還有另一個方面，這個可調電源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每次調出10組不同的電壓電流的參數的時候，這個可調電源本身存有10組電壓電流的參數，方便日後直接調出使用。但是它的調出步驟、調出方式容易誤觸。它是怎麼操作的呢？它是長按這個旋鈕，然後才能調出10組中的第1個電壓電流調整參數。它的一個畫面只能顯示1組電壓電流參數，沒有辦法在一個頁面上顯示所有的電壓電流參數。而新意的可調電源就沒有這樣的問題，它是通過一個 Shift 的組合鍵，然後就可以直接調出10組電壓電流的參數，非常的直觀，在一個畫面中就可以顯示出所有的電壓電流設置，非常的方便選中你需要的參數，並且可以看到什麼樣的電壓電流沒有設置過，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直觀。從精度上來考慮，這個可調電源它的精度是稍微比它高一點點的，不過在我使用下來，這0.0幾的輸出精度對於個人非實驗室的人來說幾乎是沒有什麼影響的。但就從電源上來說，家庭常用的精密電子產品無非就是手機和筆記本電腦。就筆記本的電源適配器來說，我們看一下，上面標出的電壓是20伏 4.5 安，但是實際使用這個電源適配器，它輸出的電壓是21點多伏的。我們可以量一下，上面的實際輸出的電壓是20.6伏，多出了0.6伏。這就可以說明本身這些家用電器對於電壓是不敏感和不影響的，更何況是相差0.01到0.2伏这樣小的電壓，可調電源的電壓控制不知比這些電腦的電源適配器精度高了多少倍。第3個角度，我們從桌面擺件的角度來說一下這個可調電源。我們現在給這個可調電源通電，新意的可調電源比這個可調電源多了很多種功能。第一個就是可調電壓電流，第2個它有時鐘、鬧鐘、專注秒表，第3就是天氣，第4 AI 自動執行動作，第5互動，第6 APP 連接、APP 操控。從這3個方面來講，新的這個可調電源
它的300分是怎麼來的？就是從多餘的其他的功能來的。假如每一樣功能基礎分為100分，心儀的這個可調電源至少是每一項就達到了及格分，那麼這5項每一項是60分，它最低也就是300分。如果加上可調電源這一項，它就是360分。經過這將近1周的時間使用，我們說一下它具體好用的一些點。我們先說第一個功能，充電自停的功能。我們切換到充電的这個界面，然後點擊 SW， 這個是進入這個頁面，然後我們撥動旋鈕進行切換到這個電池，然後再點這個旋鈕，然後進入自動充電模式。上面有2個可以調節，自動充電電压，這個是滿電截止電流，然後這個是開關，最後就可以點保存。這個就是在可調電源上如何調充滿自停的這個功能設置。現在我們在 APP 上去設置一下，這個就是 APP 的主頁面，然后我們點擊操作。如果要設置充電自停，需要點擊這個電池，然後就可以設置充滿自停的功能。這是開關，這是設置的截止電流，這個電流是可以修改的。我們返回，然後第2個，我們說一下需要注意的地方。有一個上電狀態在下面，就是這個上電狀態，它的作用就是當這個可調電源通電的時候，它就會立馬輸出。輸出的意思就是它會立馬變綠，然後就輸出電壓電流。當這個是紅色的時候，它是不輸出的，就相當於我們上電之後它會自己啟動，是這樣一個開的一個狀態。這個功能和設置裡邊的一個功能容易混淆，然後我們進行設置去看一下，長按這個設置鍵，這有個設置，這裡有個電源，這個電源的功能是什麼樣的呢？它就是一個物理的開關，物理的上電。這個上電和這個上電是不一樣的，它是開啟自動輸出電壓，它是上電後啟動系統就進入系統，它是這麼個意思，它倆是不一樣的。這是經過我一步血淚才搞明白的事。剛開始的時候我以為這個和這個是一樣的，然後我就把這個給它啟用了，啟用之後就發生了悲催的事情。我這個手電，我就想試一下它充電自停的功能，沒有想到在充電的時候直接一通電就把它給燒了。當時這個可調電源調的是12伏，它需要的是5伏，直接通電就把它給燒壞了。然後我們再說一下它的第3個功能，電壓調節。它的電壓需求範圍是6到36伏，它可以輸出0到40伏，也就是說它有升压的作用。当你的电源本身接入的电压比较低的时候，但是你可以通过它去升到比较高的电压。我们可以试一下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界面上输入显示的 12.22 这个电压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电压给它升高到12伏以上呢？我们试一下，我们点击这个电压设置，我们给它设置到20伏，使用我们的可调电源量一下，是不是真的是20伏呢？然后我们现在点输出，看到这个电压表了吗？能夠輸出20伏。所以說這個可調電源就非常的方便，就可以把你家裡邊不用的電源適配器，比如說路由器呀、光貓呀，反正是能夠用的充電器都可以給它利用上，就不用再增加額外的費用去購買一個電源了。針對沒有升壓的可調電源來說，你需要購買一個在它的輸入電壓範圍內，然後盡可能高的一個電源給它輸出這樣的電壓，然後它才能使用它的可調降壓到你需要的一個範圍，而這個的話就沒有這樣的一個限制。然後我們再說一下它的一個快捷鍵
如何調出自定義的10組電壓電流設置呢？它比其他的可調電源多了一個功能鍵 Shift。怎麼調出呢？我們先按下功能鍵，然後再點一下 VSET， 這樣就調出了10組可調電源的具體設置。一共是10組，它的這個界面就非常方便，整體的去觀察你哪樣的一個電壓電流沒有設置過。可以看到我們用的這個電壓，我設置的只有3個，12伏、3.7伏、5伏。M0 是當前的電壓設置，而我手上拿的這個可調電源，它的自定義10組的電壓設置是怎麼調出來的呢？它需要長按这個旋鈕，是的，沒有錯，它是長按這個旋鈕。你知道有多難按嗎？它這個旋鈕它是可以旋動的、轉動的，然後你按的時候經常會既按又旋。同樣的，對這個旋鈕它的壽命來說，經常使用的話也會降低它的壽命。這個旋鈕的使用頻率是非常的高的，而增加了一個 Shift 的功能鍵，就可以大大的增加這個旋鈕的使用壽命。當然說了這麼多它的優點和功能，下面我們要說一下它的一些 bug 和不足。第一個就是 APP 的不穩定，我之前就碰到過一次這樣的情況，然後我們現在就再給它復現一下這樣的錯誤情況。我們點這個輸出開關，然後下面的這些數值是可以修改的，電壓、也是非常快的就切換過來了，電流。现在我們再點輸出，它這樣是沒問題的，但是後面鉛壓保護我們沒有修改。然後我們再點開始輸出，這是前一段時間我試的一個動作，它就莫名其妙的這個按鍵它就不管用了，有可能是我操作的東西太多了，它哪裡有不穩定的現象或者造成干擾，就導致這個輸出不管用了，按了就沒有反應。不過現在它這個還是比較穩定的，可能在某個節點忽然就哪一點卡住了。然後第二個就是藍牙配置，我感覺这個藍牙配置稍微有一點不太容易配，雖然對於其他的一些配網的設備，我最常用的就是小米的設備，小米的設備藍牙也是和這個可調電源一樣，第一次不太容易配，需要重置，然後配置好之後，以後就連接比較順暢了。它同樣也存在這個功能，可能就是類似這樣的藍牙芯片通用的一些問題。如果是藍牙掃描不出來，然後就可以嘗試的去重啟一下 APP， 或者重啟一下這個電源，然後再試一下。然後我們再說一下第三個東西，就是重置出廠設置。因為第一次配置網絡的時候，我給它配置的是 5G 的 WiFi， 就導致它的 App 連不上。然後我翻遍了它的菜單，就沒有發現恢復出廠設置的地方在哪裡。我們可以看一下它裡面的設置是什麼樣的。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說，出廠設置肯定是在設置裡邊的。我們看一下它的設置是什麼樣的。已經翻完了，沒有吧？它的設置在哪呢？要是不看說明書，肯定是找不到的。它的恢復出廠設置在這個地方，需要按這個 Shift 的功能鍵，再點 iSet。它的恢復出廠設置在這個地方，你能想得到嗎？是不是給人一種很割裂的感覺？明明設置需要在一個地方，它的操作邏輯和這種傳統的可調電源的邏輯糅雜在一起，但是又沒有充分的優化好。本來
設置的地方可以放到同一個地方，但是它放到了2個地方，就給人感覺不是太方便。我覺得這個設置的功能完全可以全部放到這個地方，而不用分2個地方去放。我覺得這樣是更好一點的。當然，它這樣的菜单設置也有它的優點，就是方便不修改一些底层的東西，這些都是底层的東西。如果隨意的去設置，就会導致出現奇奇怪怪的問題。他的考慮估計是這樣，但是我覺得沒有必要全部放到一起，菜单目錄更整潔，更有邏輯。然後我們再說它第4個功能，充電自停。我使用這個可調電源充了3次電，它的提醒方式是這樣的，然後檢測到電流小於 0.05， 這個 0.05 安是自己設置的，可以在上面顯示，可以設置。檢測到小於這個電流的時候，然後它就会聲音警報，滴滴滴的響，同時這個界面會有一個彈窗顯示檢測到電流小於截止電流，然後會自動停止。等這個滴滴滴提示消失之後，然後這個電流輸出的按钮會自动变紅，然後就停止輸出了。然而在最後一次，第3次我在使用的时候，它这個電流已經是小於了 0.05 我設置好的這個電流，但是它還沒有停，還是繼續的輸出，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。最後我們再來一個總結，以上呢都是針對 App 的 2.1.89 這個版本，還有就是可調電源的固件版本 V1.1.8 這個版本來說的。這些問題我會反饋給廠家，希望他們盡快對軟件系統可調電源的固件進行更新和優化。我想他們的修改調整是非常的積極和迅速的，因為他們有自己的 App 端，這個是比其他的可調電源更好一點的。我非常的期待之後的軟件系統固件的後續更新。總的來說，它的功能非常的多，基本達到每個都是合格的要求，非常的適合非實驗室的個人玩家。对於這一款可調電源來說，它的定位就有點稍微尷尬一點。對於專業做維修的人來說，顯得不夠專業，肯定是需要投入更高的成本，至少是多1倍的它的價格，購買更加專業的可調電源。对於手工愛好者，它又顯得功能太單一了，或許它的一個定位就只能適合電子元器件、焊接主板這樣的一群愛好者。好了，邊學邊試，多試幾次，保證成功。如果你也希望增進生活中自己的動手維修能力，可以關注、訂閱、評論、點讚，邊學邊試，你也能學會。謝謝大家，我們下期再見。